我现在人在惠州的惠阳区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一切都源于我周四晚上睡觉之前的一个临时想法，然后说周末可以来一个 solo trip， 就是香港周边有。上次 solo trip 应该是2-3年之前的事情了，所以感觉好像周边游很方便很快，然后不用做很多的计划，就可以比较放松的出来放松玩一下。然后惠阳是从深圳北坐高铁20分钟就可以到的，所以是非常的方便。因为这边没有那么的市区，算是一个稍微比较偏，然后没有那么特别发达的一个地方，所以它的物价也会比较便宜，但是同时有比较好逛的地方。我今天上午准备去那个叶挺将军的纪念馆，那里它是一个那种公园性质的，然后会有一些那个纪念堂啊，然后有一些比较多可以逛的地方，所以准备今天上午去看看，然后下午去那个淡水老城区那边就会有一些比较旧一点的房子，然后有一段比较古老的城墙，然后傍晚可以去看一个夕阳，然后下午可以去顺便那里有一个书店我想去看，所以今天大概的行程就是这样，我们现在马上出发吧。现在准备先去旁边的商场买杯咖啡，然后打车过去那个纪念公园。拿到了我的城西美式，这个地方我真的一出来就感觉它有那种千禧年代的感觉，就是整个城市的妆造，就是感觉这个商场感觉有10几年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有一个那种复古滤镜，但是那种千禧年左右那种，就不能说它是没发达的感觉，就是很复古。但是里面的比如说吃的东西啊，它就很现代，比如说有很多的咖啡饮料品牌，然后甜点的品牌，然后这个后面还有一个美食广场，就是我感觉是在生活机能上面是非常完整的一个地方，但是它的现代感确实是比较低一点。对，我要稍微喝一口，然后等它打车，我们就去那个纪念馆。我刚才打到了车，过去有10公里，然后只要18块钱。哎呀，这个快乐只有在小县城才能体会到。我们现在准备进去，然后不用钱的，只要刷身份证，然后就可以进了。如果没有带身份证的话，也可以去那个游客中心扫个码，然后就可以进来了。上一点。欢迎光临。谢谢。好，这是这里面一共可以看的这些东西，我刚刚刷卡进来了。然后这里面还是蛮大的，就是它不是那种像是博物馆一样的纪念馆，它比较像是一个纪念公园，所以会有他之前住的地方。然后，但是大部分都是这种青山绿水的景色。中间进来会先看到他的雕像，然后领导人的题词还是很帅的。然后右边是我们准备去他的故居，故居在这边，会有一个那个纪念馆，然后来写他的一些那个生平事迹啊之类的。我感觉住在这里真的是很幽静，因为它就是按照现在的开发来讲，这就是山脚下，所以我刚才是从市区那边开过来，大概20分钟吧。然后这边就只有青山绿水，就是除了旁边有一个度假村以外，其他基本上都没太被开发，所以环境还是特别好的，就特别适合那种
大城市上班族过来走走，感受一下这个自然风光、青山绿水，可以放松心情，然后放松眼睛，非常的舒服。然后今天有点太阳，但是天气不是很热，大概有26、7度的样子，就是很舒服。主要是在大城市待多了之后，就会感觉这些青山绿水很空旷的地方很难得。就是香港应该也有类似的地方，不过我觉得香港的就是户外的会是山比较多，就是西贡的山也有，或者是港岛那边的也有山，但是像这种平地不用爬的，然后又是很空旷的地方真的比较少。是一个荷花池，然后前面是那个空军赠的一个飞机，然后这边比较多的是家庭出游来的。刚刚顺着路走到旁边这个新湖这里，好像慢慢可以看到这个湖是一个心形的，然后这个角度过去看特别漂亮，因为后面就是山嘛，然后那个楼就在山脚下的一个很有那个民俗特色的一个小房子，然后这个水其实还算蛮干净的，如果凑近看其实还好，不过这样远看的话就可以映出倒影嘛，然后前面是荷花，如果荷花开的话应该更漂亮，我感觉等荷花开的时候想要再来一次，这个风景真的是太漂亮了。然后我现在把麦克风的降噪关掉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听到这里的风声，然后有个昆虫的声音，还有一点点水声，就是特别的静谧。这里应该是有一个小瀑布的感觉，中间这里下面有一个这种，它是那种流动的水加上岩石的冲击，然后有一个小溪，我来放大一点。下面这里有一个像小溪一样的，所以走到中间这里就可以听到水声，然后风吹动树叶的声音，还有一些昆虫鸣叫的声音，就特别的自然。我还准备要去逛那个纪念馆，好像现在里面在维修，所以是不能进去的状态。然后从那个纪念馆绕到后面这里有一个读书亭，然后我面对的这是一个旧的学堂的旧址，准备到这里面来看一下有没有记录一些什么东西。这里原来是供夜市子弟读书的一个私塾，然后里面有一些就是当时的装扮，还有一些介绍。逛完学堂旁边就是叶挺的故居，不确定里面有多少是之后放的，不过大概结构应该就是这样的。左边有一幅油画，感觉也是历史很久了。在一进门的这个分岔口的墙上有一个光荣证，就是纪念革命牺牲军人家属的。我发现这边的建筑风格就是每个房间都不是很大。好像古代很多都是这样的，然后它会有连通好几个房间，就是一大家人都住在这里面，然后中间这种就会有一些这种天井隔开，但是它整体是一栋房屋这样的。这里是另外一间的卧室，然后这里就有摆一个可以上到2层的梯子。
现在到吃饭的地方啦，今天来吃一个叫做恒利汤粉的，我点了一个小碗是15块，就是它是全家福，就是里面所有的料都有，有牛腩，然后鱼片，然后还有那个肉丸，还有粉肠，感觉看起来还不错。就是我查的是这边比较有特色的一个粉，所以想说可以来试一下。感觉就15块来讲，料还算是蛮多的。哦，这是一个猪手，我以为是牛腩，质感也蛮大一块的。我想说等一下应该还会再吃别的东西，所以就先少吃一点。这感觉跟河粉比较像，可能是汤底的味道，或者是加料的习惯不一样。它就是那个不太一样的卤汁，这个卤汁的香料味会比较重一点。然后也是很鲜的，这个粉感觉就和河粉是一样的。非常平民化的一个午餐。它那种比较偏筋性的，就是也是有很强的肉感的，不是那种炖的很烂的。吃完刚才那个粉，然后一转弯走2分钟就可以来买这个茶果，好像是客家美食，然后里面只有老板一个人，所以我又没好意思在里面拍。买了3种，一个糍粑，一个黑米版，还有一个南瓜版。先来试一下这个黑米版，它看起来好像猪血糕啊。有点像年糕的感觉，然后甜甜的，还是蛮好吃的。感觉配茶应该很不错。这个是南瓜版，这个是南瓜版。哦，这个就更像年糕了，就是南瓜味的年糕。它的味道都很足了，虽然都是那种黏黏的，但是它的味道都很足了。OK， 我刚刚感觉那个黑米版还不错，所以我又回去买了2个，准备明天晚上带给朋友吃。然后还买了一个黏米糕。现在要继续逛下一个店，旁边再走5分钟有一个创意园区，现在准备过去看一下。到啦，就是想要来看这里，不确定上面有什么，但是这里的这个街区是非常的老的，所以是看不出来这里会有任何现代艺术的东西，我感觉还蛮酷的，所以我们就上楼来看看。进来之后，真的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。它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布景展，然后外面这里有一个区域，好像是可以自己创作的，可以自己画。然后外面有一个那个咖啡厅，这里是一个自由创作的空间。然后外面那里是一个咖啡厅的造景，非常的现代。虽然我没有什么任何的绘画本领，但是我准备要来试一下，照着画一个什么东西。对，我是完全没有画过的。今天就来试一下吧。我先来找一个想画图。找了一个这个非常可爱的生日蛋糕，感觉应该很简单。正好有朋友要过生日，可以画来送给他。试一下吧，反正我觉得画坏了也没关系。但是我感觉这个地方真的特别好。然后虽然它不用钱，但是我准备来点一杯咖啡支持一下老板。
画了2幅画，但是它实在是干得太慢了，所以我决定先把它放在那里，然后晚一点去拿。现在准备要去我今天想去的最后一个地方，是一个叫做微光书店的地方。现在已经4点多了，我感觉画完之后，我还在那边看了一会儿书，非常的惬意。小鸡飞出笼子了，哇，它应该是做餐饮的，就是他们等一下会被吃掉，好好笑啊！那个阿姨把它抓回来了。这里就是微光书店，然后它是一个老的小楼，然后做了也是之前比较老式的一些装修，一些老物件，然后有可以看书的位置，然后每个房间都是不同的设计。这边感觉比较偏向儿童区，比较明亮一点。然后这边这一个房间就是有吉他，有沙发，也有一些老藤椅，感觉很舒服。就是如果在这里看书的话，然后外面有个小阳台，然后也有一些桌子，感觉特别的慢节奏，特别的舒服，特别是在天气已经没有那么热的10月份，太舒服了。这里还很好的是有那个插座，如果想在这里休息一下，感觉很不错。晚一点再去旁边的那个古城墙转转，看看能不能看到夕阳。我猜今天阴天，可能夕阳也不会有特别好的效果。然后晚上吃完饭之后再去拿我的画，因为那边凌晨1点才关门。整体上今天的行程差不多到这里啦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给我点赞、评论、关注哦。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